这是我们的第三款。第三款我们剪一个中对比的短刘海，偏可爱类型，减龄款。上一款是中对比长刘海，是简约款，偏职场类型。我们第三款开始。看分区，侧区，转角以下，水平分区，这里侧中线。这边呢，剪中对比，分到两指的高度，后面这里不要低于整骨点。后区第一片垂直分区，接下来移动放射，长度设定还是一样，在数字1半左右。剪到转角外侧这一片，停下来，剩下的向上去提拉，走圆形。这边的发片一定要是从下往上把发片给梳透，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发片的高度不要低于这个分区。逐渐向前，形状走圆形。剪完之后去检查一下，那么这个形状呢，跟随分区是一样的形状。紧接着，我们去把发际线这一片角度拉到水平，方向呢是在转角这里，我们去检查一下。把角磨掉，到这一片停下来，剩余头发跟左侧一样。剪这一步的时候呢，把头尾尽量抬正，这样这个角度可以去拉起来，完全贴着发根头皮向上去梳，高度不要这个低于分区。切口走圆形，检查一下，都是圆的。这个发片可以稍微分厚一点点，拉到90度。方向是在转角这个地方，不要往前靠多了。检查一下两边的长度是否是对称的，
表面长度以及呢发际线长度，并且确保我们整个表面这一层这个形状一定是一个等长的圆形。来到上区，上区这一个部分斜向后分区分的斜度跟我们下区的斜度分区保持一致，分的厚度大概是在1指微左右。先去由下向上去做梳理，那么呢再去降低这个角度，同样不要超过分区。以下面这个长度为导线，你的手位要跟着这个分区从前向后走圆形，逐渐去降低。每片逐渐去提升，提升的高度不要超过你剪的那一片的分区高度。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角度，都是以我们的分区去作为参考。这样的话，去找角度呢，会找得会更准确一点。这种横向剪呢，只允许剪3片到4片左右，因为3片到4片左右刚好会剪到上面这个转角。当超过这个转角开始向上，就不能偏横向去剪。将头尾回一点过来，将我们的分区分得偏斜向，同样以水平区作为参考，不要高于水平。一直修剪到超过后面这个中心线。另外一侧分区斜度参考我们下区的这个分区斜度，跟右侧是保持一致。先由下向上去做梳理，再去顺着向下。同样的，发片的高度不要超过分区。所有的角度呢，都是以我们的分区去作为参考。一直修剪到我们的中心线，跟另外一侧完全去连接上。再去剪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是下区剪这个形状，两边是对等的，再去剪上面去做衔接的时候，那么它的落点是100%是不会有偏差，这样会比较好操作一点。以每一层的分区作为参考，不要高于它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左右两边无论是长度还是层次高度，它就肯定会是一样的。剪到3片到4片为止，这个是第3片。剩下头发，头位回正，分线转为斜向，
同样以水平作为参考，不要高于它。当最后一片剪完之后呢，一定要去观察左右两侧，发现问题要及时去做调整，之后再去进行下一步。下一步呢，我们将头尾回正，纵向去分发片，找到我们的剪裁角度，把切口进行锯齿剪。这个发片要分得厚一点，不要分太薄。第3步，我们去定发型长度，从后面中心线开始，由下至上。这个长度在我们之前的2个视频也说了，根据你的参考的发型去定我们的起刀长度，所以说这个长度呢是自由去设定的。向后去带，剪一个偏方的形状，这样可以去保留住耳后长度。这边的每一层角度呢，都不需要去超过分区线，低于分区。到了整骨点以上，上面这个重量呢，我们就剪不到了。这样检查一下，先提拉去定大概长度，最后再放下来呢，去精修底线这个长度。右侧我们同样是从后向前，水平的分区。找到左侧长度，这边的发片可以分得厚一点，没有必要分太薄。你要确保你的高度始终是没有超过分区。到了重点落点区域呢，重量落点区域基本上的长度是剪不到的。这边是剪不到的，检查一下。那我们后面呢，大概的长度就定好了。所以说这边去定长度呢，不要去直接去设定。先去做提拉，先把大概长度定好，定好了之后呢，最终的底线长度，再去通过细修，再去减掉大概1个指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去把底线长度再去缩短一点点，稍微带点 C，
往前去滑，往前画带点 C 型，把底线长度呢大概去定一下。最终我们所保留的长度，也就是在发际线下面，大概在3公分左右。另外一侧，无论是刚才定长度还是现在定长度，我们都不要去切，要稍微带点角度提升，去调整我们的最终长度。这里边去剪了只有一点点，没有很多。再我们去看后面这个区，因为我们是分的是发际线上面2指，所以你按照这个标准，这样的分区以及这样的定长度这个标准，它剪完之后，它一定的落点从侧面去看，在2孔左右。这一个是一个定死的规律，也是我们的系统课里面俗称的叫做中对比发型。来到我们的侧区，因为我们的发型呢是短刘海、短边角，是一个有点挂耳发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边角长度我不会去剪太长，长度大概是在耳垂下面一点点，跟后面这个延伸的长度差不多。从后向前拉到水平，我们可以去参照到这个长度去定导线。当然呢，根据不同的边角的长度的需求，在这一刀去设定长度没有一定的，要根据你参考的发型长度。再横向去检查一下，这个地方不要有重量，角度可以略高一点点，去抹一下。最后这个边角的长度，我们再向下做一个点剪，精修一下。这里可以不用去考虑去跟后面这个底线去连。它连不连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它的边角落点长度是跟你的设计以及你的参考发型是一样的就可以了，是1指、2指还是3指，它的长度的问题，连不连不重要，这样就可以了。在耳垂下面1指这个长度刚好可以进行一个加耳，而且呢，我们是高角度去提拉，这边加耳之后也不会特别厚。另外一侧同样从后向前，可以先去找到我们的底下这个长度，作为一个大概参考，这样可以确保两边长度是一样的。头顶的区域，我们先把这个多余长度先剪掉，为了方便操作。
拉到转角90度。这个切口呢，也是圆形。这一步可以算是检查。下一步，我们剪刘海，将转角头发我们往前去带，延长这边的落点长度。要能跟边角融合起来。这样刘海长度定好了之后呢，从前顶这个地方拉起来，这个角剪圆一点点，点剪。将这个转角落下来这个长度跟后区这个重量，我们进行一个点剪衔接。这里角度不能过低，带点角度提升。另外一侧，找到后面这个重量，角度提升一点，这里一定要使用点剪。检查一下。那么这样中对比的短刘海可爱型，那整个结构呢就已经完成了。中对比头发后面分区两指到枕骨，长度起刀梳至一半。侧区的边角长度根据你的发型参考去定长度，跟底下可以连也可以不连。然后呢，前面这个刘海长度要稍微长一点点，不要短过眼睛，在鼻梁左右，这样吹干修饰完再做点弧度，这样自然会往上缩一点点。那么这样一个型呢就完成了。吹干之前，把底线这边可以揉一下，以及刘海的地方。下面这个收紧区去亮。
底线柔和一下，发根贴根打，耳后地方发根呢可以打一下，底线揉一下，切口。上面这个堆积点我们就不用打了。前面刘海这里拉起来，把这个切口打一下。因为这个刘海剪得比较短，所以说我们这样剪完之后它会比较厚，所以必须用牙剪，吹干之前用牙剪先过一下。靠近中间这里可以稍微再薄一点点，从薄到实，所以中间这里呢可以多打一下。这样呢，一个中对比挂耳短发，偏可爱型的结构部分呢就已经完成了，那可以全部挂耳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行吹干修饰。吹干之后呢，我们进行修饰。上面重量区域呢，我们进行点剪，这里徒手去做收紧，将边角区域、轮廓还有后面轮廓呢，用牙剪做柔和。前面刘海的地方呢，也是一样，可以用点剪或牙剪，这里进行一个切口柔和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第3款是中对比挂耳的可爱系列，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转一圈看一下，跟我们的第2款的对比是一样的，因为第2款呢它也是中对比，这一款呢也是中对比，所以说后面的落点呢从侧面去看，一定是在没有超过耳孔。所以这3款，第1款、第2款、第3款，这3款呢，技术形式的运用都是一样的，最终出来的3款的发型的结果不一样，一个低对比，2个中对比。第1款、第2款都是长刘海，那么这个是短刘海。
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起刀长度会不一样，前面刘海长度。那么接下来的可能会剪到高对比系列，会更酷。前面3款都是以我们门店当中剪的最多的，沙龙里面剪的最多的大众款的发型，也是最实用的。各位一定要好好的观看跟复习，多去找一些参照的发型去模仿去参考，去观察它的对比低、中、高，然后呢再去观察几个方向：一，我刚才说的底线设定的长度可长可短；二，边角可长可短，长短根据你的参考发型；三呢就是刘海长短。好，我们下一期见，拜拜。